布的那天起，你忽然闯进我心里，屋顶上数星星，房里都是你的呼吸。嘿，像写进日记里我们酝酿的小甜蜜，穿梭了时空轨迹，也要找到你，爱上你。邀明月，多喜桃，两杯酒正好，问世间情多少，随时关照。自从遇见你，我的世界有你，没事没事都不要分离分离。自从遇见你，幸福那么靠近，人间四季，我都要和你一起经历。自从爱上你，我的世界有你，白驹过隙，爱意绵绵无绝迹。自从爱上你，只愿穿越了你，从哪里都去，你是我这一生所有意义。圣月教火堂主，我就说区区一个协议，如何能布这样的局？原来还有后招。来啊，布七星阵。明阳，你快走，他们人多，快走啊！沈某，今日便要擒拿圣月教水火堂主。想擒老子，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早就说过，云门的弟子救不得，圣月教和中原武林哪有什么和解之日？岂有此理！还敢口出狂言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抓我！师妹，放开抱月，放开凌云，放开抱月，别动，再动我杀了他！你们别过来！别动！这个火堂主的武功很邪门，走啊！别动！追！去救抱月！是。快走吧，走小路赶紧走。我要去救凌音，凌音为他们忙前忙后，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？你现在回去，不仅明一和我会受到牵连，还会连累圣月教。圣女大人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根本不会接纳我们，还不如把凌音救回来，直接杀进碧落谷。没有日刃，你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你快走吧，林音有我，不会出事的。林阳，我命令你赶紧离开云隐村。圣女大人，一切小心，我会暗中保护你们。去吧。少谷主，我们已经在后山水源都做了手脚，但凡他们想探个究竟，就免不了要来后山。只要有人喝了这井里的水，云门的人一个也跑不掉。哼，敢把我扫地出门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云门山下云隐村，人赠鬼宴，有去无回。好一句山鬼谚语，吹笛吓人只不过是障眼法，谁又能想到其实是隐翅虫进入水中，影响了人的心智。听说这隐翅虫是金堂主的遗物，它真有那么大的威力？虽说金不换是个废物，但确实在真心实意的待我，送的东西也都不是寻常之物。这圣月教的隐翅虫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一旦沾上，便几乎无解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明阳和月牙怎么样了？杨姑娘聪明，偷摸跑了回来。明阳呢？跑了，竟敢劫走杨师妹。等我下次见到明阳，一定要她好看。
圣月教的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是，我们圣月教一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那请问江小郎君，你现在是在惩罚我欺骗了你吗？喂，这大6月天的，你们给我这生个火，不觉得太热了吗？沈师叔说，院里必须有明火，怕你逃跑。林姑娘，你果真是邪医灵音？你们家长老都亲自拆穿我身份了，你是对你们家长老有怀疑，还是对我有怀疑呀？难道我看着这么不像风情万种的邪医？林姑娘，江湖上有很多你的传闻，说你鹤发鸡皮，修炼邪功，说你心狠手辣，令人生畏，说你容颜美丽，是吸食其他少女的血，是白骨里生长的艳妖。我也说过一些你的坏话。是我们说的不对，林姑娘是一个温柔、善良的女子，曾有恩于我，也救过我的师弟。请原谅过往大言不惭、不辨是非的我。要我原谅你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就把我放了，咱们就既往不咎，一笔勾销，如何？抱歉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虚伪。是我的错，我改。承蒙姑娘的恩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只是云门和圣月教素不两立，云隐村也几乎灭村，过去种种自有公断。江岩指望姑娘今后年年岁岁不负本心。这云门还能教出这么纯洁的弟子，太傻了。谁在那儿？杨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记得沈长老说过，我们不能进后山的。杨师妹，你喝吗？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邪医灵音说的隐翅虫王。哦，江师兄是看灵音受苦，舍不得啦？杨师妹别乱说，邪医不是说了，虫王可以当作药引，而且虫王会将冰虫产在附近的地方，不会太远，只要我们仔细搜查，就会找到虫王。杨师妹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哎，江师兄，往那边。
那边赵师弟他们已经搜查过了，说是调查证据什么的。可是灵医也说过了，只要误食冰虫，就会迷幻心智。入口之物不外乎水、食物和果子。哦。杨师妹！妖女，时至此时，你还不说出同伙在哪儿吗？你就是问百遍千遍，我还是那句话。你要是聪明，就带着你的云门弟子赶紧离开，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招惹上那隐翅虫迷了心智，一个两个，哼，都得死。妖女，妖言惑众！师叔，师叔不好了！赵师弟晕过去了。蒋师妹不知为何突然看着很不好了。什么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让你们走不走？看看现在，真不知道你们云门是造了什么孽，惹上这种麻烦。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你们先死，还是我先应劫呢？妖女，休得猖狂！是师叔。是师叔，我去找杨望月，他突然被什么东西掳走，下落不明。你的嘴这是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招惹到了那些虫子。除了姜岩，其他弟子都随我来，掘地3尺，去找杨望月。是师叔，云隐村的事拖不了了，要不要找杨师叔来援助？杨长老被掌门安排去了碧落谷，估计还没有回来。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好好养伤，其余的不必操心。走。你看清楚了，确定是我们声乐教的人把月牙抓起来了。姜岩，你说话，我问你呢。你生气我骗你可以，但是我灵音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月牙也没有。你说话呀！我们昨天追到了树林，杨师妹就直接被绑了起来，肯定是声乐教，要不谁会在那儿设陷阱？肯定是昨天杨师妹从明阳手里逃出来，明阳怀恨在心。明阳？明阳绝对不会伤害月牙，你别出了什么事都往我们声乐教身上推。我本来想去救杨师妹，可突然头疼的直接倒在了地上。再一醒来，杨师妹就不见了。你个大男人，连小姑娘都看不好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是我没用。行了，现在不是说你有用没用的时候。你们云门不是有那个什么云哨传讯吗？你拿出来用啊，找杨青帮忙呀，快点儿！杨师叔在忙别的事情，沈师叔什么沈师叔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听他的话？再这么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月牙要没命了！快点儿！啊！掌门。不好，沈长老那边出事了。掌门，山下失联弟子在云隐村遇险，正在向我们求援。我去看看。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快给我解开！明阳，快来救我啊！快来救我啊！哎呀，明阳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我呀！明阳！言情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知道我会来救你，
喊的却是名扬。哎呀，这点小事你就不要在意了。有人冒充圣月教，想要陷害云门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准备帮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。为了云门，明明是为了你们圣月教。那阿月打算如何除害呢？是隐翅虫，危害云隐村的东西是隐翅虫。隐翅虫害人靠冰虫，冰虫是由虫王所产。擒贼先擒王，我们先把虫王消灭了再说。中毒之人是如何沾上虫子的？刚刚将严中毒前就只喝了一口水，所以我猜这害人的冰虫应该是借着水源害了一大半村子的人。你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跟明阳来处理。好。最容易将虫子混进的途径，必然是通过村里最重要的水井。想必隐翅虫之源就在此处。找佛甲草。佛甲草，虫王岂是佛甲草？必须要靠这种草养着虫王，而将虫王带来此地的人，肯定要同时种下佛甲草供养虫王。这些都是我们圣月教的秘密。要不是看在圣女大人的面子上，就在那儿。虫王应该就在这下面。秦师弟喝了药好了，多亏杨师叔和火堂主带回来药引，血衣灵音却熬的药，这办法真的管用。这次多亏了血衣灵音，说出了隐翅虫的习性，又有火堂主的带路，杨师叔和杨师妹才能这么快拿到药引。这分明是杨师妹的功劳啊！是灵音吧？是火堂主，是杨师妹，是灵音。经过此前种种，沈师兄怕是也发现了，有人在刻意针对圣月教，只是对方狡诈，我们没能拿到证据。这一次也委实凶险。可气可恨。没想到此人针对圣月教也就罢了，还祸水东引，想拖我云门下水。多亏圣月教两位堂主相助，不知这次沈师兄对圣月教是否有所改观？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只是正邪不同道。是。何为正，何为邪？你不觉得将圣月教如此简单的归为邪教，有失偏颇吗？中原武林千百年定下的规矩，一夕之间说要改也难。咱们自诩名门正派，却容不下除了行事乖张却并未作恶的圣月教。哪怕我们亲眼所见，他们与我们并无不同，也要将他们归为异类。我以为正邪本不在于门派，而在于人心。你说的不错。可是说服掌门并非易事。如今江湖暗潮汹涌，不知暗处是哪方哪派在浑水摸鱼。咱们自诩名门正派，也差点对圣月教滥杀无辜。若不解除心中的偏见，一味的吃斗下去，与正道相违，与江湖亦不利，也便宜了那些坐收渔翁之利之人。所言极是。你是想让我同你一起说服掌门？我只恳请，我中原武林与圣月教和解之日，你能看在今日的分娩上，莫要反对，可好？阎王月和阴山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爹，我听说你在与隐村搞了些破事儿，又没成功。
有没有人看见你用圣月教的玩意儿害人呢？没有，云门大典在即，他们以为有小门小派针对云门，对此习以为常，没做怀疑。眼见我神功大成，就差一步便能取代云门。你若坏了我的事，我饶不了你。可是爹，女儿差一步，就差一步就能让云门身败名裂了。差一点儿，也是没有成功。这你还不明白？要不是杨望月让杨青找到隐翅虫王，将其捉住，我……隐翅虫，乃是圣月教的玩意儿，除了圣月教的人，一般人是没有见过的。哼，你事情没有办成，理由倒是一大堆。从今天开始，便待在谷里，不许妄动。可是爹，真的是云门弟子杨望月跟杨青说了虫王之事，此事甚为蹊跷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他的底细，我以为他定是圣月教之人。云门勾结圣月教，这事儿我会命人继续查。来人呐！谷主，看好少谷主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他离开碧落谷半步。是。爹。唉，光喝酒真没意思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一人答一个问题，答不上来的就罚酒。好啊。我先来。你让我下山历练，是不是担心我会去偷日刃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是。你接近苏明，是为了进狼环阁？是。你果然还是不相信我，还是要自己出手。杨青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时间了。你真的能说服两派和解吗？如果我跟你说有，你就会彻底放弃自己出手的想法吗？你给我的酒里下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给你下药？没关系，就算这是杯毒酒，既然是你让我喝的，我自会给你这个面子。我真的没有下药，我自己也喝了那么多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阿月，其实自始至终，我只想听你的真心话。你几乎不跟我说你的事情，你的想法。即便上次在狼环阁，我发现你要盗走日刃的意图，并承诺一定帮你，你依然对我有所保留。我已经努力在向你坦白了。你跟我说你的事情，一般只有两种情况：一是被我发现了，于是赶紧骗我，把我哄过去，让我不要跟你计较；二是你发现你自己搞不定了，需要我的帮助，于是挑挑拣拣跟我说一些，等我给了建议，你就踹开我，再也不提了。喂，杨青，你把我说的也太没良心了吧？不管是遇到水堂主，还是火堂主，你都在骗我。如果不是因为后面谎言撒得太大，你编不下去了，袁一星出现的时候，我真怕你跟我说，你又冒出一个秦郎来。你之前还跟我说你小时候的事情，后来也不说了。
你整日跟我嘻嘻哈哈，其他的事情，只有需要的时候找我，不需要的时候，也不跟我说。哎呀，这都不是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吗？可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的事情已经全部向你袒露。可是对于你，我只能猜。我等着你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终于等到你更加的喜欢我，却依然等不到你愿意对我敞开内心。哎呀，我就不是喜欢谈心的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能靠自己去猜，从你的谎言中去猜。我能猜出很多来，可这就能说明我足够了解你吗？你虽然现在很喜欢我，可是我很担心这种喜欢能维持多久。我希望我年纪很大的时候，我白发苍苍，没有吸引你的外表了，你依然留在我身边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，跟你一起走下去啊。阿月，你身上有我很向往，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的东西。你所期待的爱情，就是那种轰轰烈烈、不管不顾的样子，而我没有情绪，还总是骗你、欺负你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或许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找我，我轰轰烈烈不起来，也没有太多的热情。你骗人，你分明就是有热情，只是被你自己隐藏起来了。阿月，你人生的信条就是玩乐，我对你别无要求，我只希望你对我不要只玩乐。杨青，我不跟你交心，是因为我从小就不相信任何人。直到我长这么大，我也觉得身边的朋友随时都会变成敌人。凌音、明阳还有袁印星，不都在你身边吗？袁一星不也为了姚福跟我翻脸了吗？杨青，一开始我只是想追到你，如果你敢利用我的话，我可以轻而易举的跟你翻脸。但是现在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所以我不想你成为我的敌人，也不想你知道太多圣月教的事情，我怕你起什么心思。我的心思就是希望两派能握手言和。对不起，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忘记过去，真的相信你。我真希望这天能快点到来。杨青，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对你下药的，然后偷你的令牌进狼环阁，但我还是放弃了。你总说我不肯跟你说我的想法，那好，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救人的事情我真的不能等太久了。下月初8是袁一星的生日，如果到那一天和谈还未有结果，我真的只能动手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杨青，我把计划都提前告诉你了，算是把命交给你了。今天我相信你一次，如果有朝一日你背叛了我，我拼死也要你悔恨万分。我不是你可以背叛的人。海月，相信我。好美啊！杨青，日后我成亲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请全天下的人都来参加我的婚事。
我要给每个讨厌我的人都送请帖，我要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，让他们都祝福我。我要花很多的钱在我的婚事上，成为历代剩女中最风风光光嫁出去的那一个。我成亲，才不偷偷摸摸，才不自得其乐。我要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份子钱，每个人都祝福我，谁敢不服，我揍谁。我要花团锦簇，我要百鸟朝凤，我要人山人海。那我呢？你的婚事怎么只有你如何如何？难道就没有我吗？你呀，让你来参加我的婚礼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开玩笑的。你呢？我的婚事好像也不需要做什么，也只有乖乖穿上婚服跟我拜堂成亲啦。杨晴，你说我们真的能成亲吗？你真的会娶我吗？你要是娶我的话，全天下人会不会祝福我们啊？我真的会有盛大的婚事吗？海月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你都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女人。最重要的女人，我才不满足于此。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的女人，满意了吧？杨晴，我们还真的是不一样。你没有非要娶我，可我却偏偏只要嫁给你。上辈子，这辈子，我只赖着你一个人，死活都是你。你认命吧。认命？我早就认命了。杨晴，你也是我唯一的男人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人，也不相信任何人。但是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认真一次。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不仅是你，全天下的人都要陪你。我一定倾我所能，让这人间成为炼狱。好，那咱们说好了，要一直在一起。谁先背叛谁，就让谁生不如死。此次我云门弟子下山历练，虽然经历了些波折，但总算完美的解决了，也为当地的百姓办了件好事。沈长老，辛苦了。多亏杨长老前来相助，否则恐怕我也会掉入有心之人的陷阱。有心之人？此话怎讲？这次事件有很多古怪的地方，我怀疑是有人故意设计，在针对我们云门。尹志崇素来生长在阴山，却被人刻意布在云隐村的水井里，酿成了大火，这是其一。村民被莫名的声音撺掇着，
来我云门求救，这是其二。最古怪的是隐翅虫，这东西竟然出现在此地，而又并非圣月教所为，着实诡异。此次事件跟杨柳镇的孩童失踪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都是有人在刻意引导我们怀疑圣月教。何人竟用如此下作手段谋取私利？祸水东引，同时还挑拨武林关系。青儿，上次你因去救人，话没说完。前几日你去碧落谷查到了什么？掌门，你怀疑碧落谷？此番前去碧落谷，陆谷主正在闭关，陆姑娘似乎也不在谷内。碧落谷守卫以此为由拒绝了所有的访客，我也没能进到谷内。什么？没让你入谷？岂有此理！竟然不给云门面子！不仅如此，碧落谷还加强了守卫，来往巡查的弟子比平日多出1倍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当我问守卫陆谷主情况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得很慌张，似乎想掩盖什么。我认为碧落谷还需细查。最近发生的事都和碧落谷有关，陆谷主怕是有些问题，只是不好查。在没有明确证据之前，不能当众打碧落谷的脸。的确如此，所以我离开碧落谷的时候，特意邀请陆谷主来参加云门大典。届时，我们再找机会。是的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不过青儿，你要注意，云门大典是我们每年最重要的盛事，你要想办法查清碧落谷之事，但也不能因此乱了阵脚，让云门大典出岔子。是，掌门。掌门，杨师弟做事一向稳妥，你就放心吧。青儿，你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各大门派的名单已经拟好，各项事宜也都在汪师兄的帮助下依次进行。做得不错。掌门，这次大典过后，我们就尽快展开与圣月教的议和之事吧。你不是向来憎恨圣月教吗？此前你还激烈的反对青儿的议和之谈。这圣月教行事随心所欲，脾气嘛也是古怪了些，难怪江湖上名声那么臭。不过我也对他们有些偏激了，或许有失公允。何以见得？这次云隐村历练，我云门弟子接连中招，我看到邪医灵音在场，只当是圣月教所为，可没有想到另有曲折。若非他告知真相，我等怕是难逃此劫。由此可见，两派纷争多是沟通不顺造成的误会。青儿以前说邪医救人，我还以为青儿是被妖女蛊惑啊。杨师弟从不诳语，邪医灵音手段怪异，但也确实救了我们的性命。我思量再三，圣月教既然愿意退让一步，其实是给我们行个方便。咱们云门何不做中原武林的表率？大家把误会说清楚，从此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也好过猜忌不断。青儿，你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把汪长老和沈长老拉到你这边来了。这些都是沈长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。我们之前对圣月教的确是误会颇深。我也不是顽固不化之人。若真能和解，这确实是功在千秋的好事。青儿，这件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。是，掌门。阿瑶，都这样了，你还乐意帮我？你就不怕背叛正道，被云门追杀吗？阿星，还有10日便是云门大典，杨师兄邀请你在大典之后跟他进行商议和谈，你为何一直拖着不给回复呢？难道是你还没做好决定？我想谈就谈，不想谈就不谈，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。哼，这就是你一直待在我身边的原因吧？
为了帮着杨青催促我跟他和谈。我不是站在云门的立场上推动此事，议和对你们来说也有好处，不是吗？我才不信你会为我好。云门诚心和解，那万一你借着和谈设局害我呢？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被我猜中了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那你还为什么活着不去死啊？袁一星，是不是只要我死了，你就会相信我？是，你死了我便信你。阿星，我姚福就是死，此生也不会背叛你。我纵使不杀你，也不会给你好果子吃。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哼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袁教主啊！看看你们把这山都弄成什么样子了，这么多花，哪儿还有半分圣月教的气魄？哎，别扯！明贵人呐，袁教主，这不是您托人送来的花种吗？我？对呀。哎，袁教主看着脸凶，实则是个热心肠啊！你确定说的是本座？对呀，是你让姚姑娘送来的，正是因为姚姑娘，才让我知道袁教主的深意。这个请您收下。这是什么呀？花种。袁应星知您最喜侍弄花草，所以特地派我下山买了些花种赠送给你，以表两派和好之意。袁应星能有这么好心？当初可是他毁了我的天鱼宫前的花圃啊！天鱼宫乃圣月教门面，您在那前面种花，袁应星确实难以接受。但他也说了，后山才是此处最适合种花养草的地方，所以特地派我前来跟你协商，让你们安置于此，犯不着占了上山下山的路。这花种也是袁教主亲自挑的。看，蓝雪花、月季、格桑雏菊，还有香雪海，袁教主随手这么一挑，便是一个花园的布置，当真是好品味呀！唉，世人只知阴山圣月教行事乖戾，却不知这一叶障目何等偏颇。我看你们也是很有情趣的人嘛。怪不得姚姑娘一心想促使和谈。哎，就我来看呐，圣月教随心所欲，却也算磊落大方。我烟门虽小，却也一心想与圣月教交好。前几日我已修书一封给云门的封掌门，愿以一宗之力为贵教鸣不白之过。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一碗药都喝不下去，是要本座喂你？你为什么喝药？
生病了吗？一点伤风而已，无碍。送给你。这是给我的？是。是满天星吗？对。谢谢，真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口是心非，也没见你多喜欢，笑都不笑一下。上次让你去死，是我不对。若我死了，你能顺利跟云门和解，算不算我欠你的账就全部还上了？没我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你的命是我给的，你欠本座的便慢慢还吧，你不可能会死。阿星，欠本座的便用今生来补偿吧。和谈一事，我会和杨青商议的。是百千种解不开的谜，难不止一个你。红尘道几曲逆路而行，沉睡的梦渐渐苏醒。从你眼睛掉落下的泪滴，那斑驳的阴里，我看见我自己，那闪耀的星光。